刚才的掌声不太热烈啊，再来一次。哇，这好多了，谢谢大家。我们会让这次对话很有意思的。这次会议之后，点你觉得会有多少金句流传出来呢？我不知道，也许5个。好的，那么各位下午好，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我们在达沃斯度过了非常精彩的一周，希望大家都能看到我们在这里进行了很多对话，希望大家也认同。有些对话我们可能存在分歧，也有很多对话我们达成了共识。但是通过这些对话，我认为，加上今天早些时候达成的和平协议，世界经济论坛的宗旨就是进行这些对话，达成理解并最终解决问题。这是我们的宗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非常高兴能邀请到伊隆·马斯克来到这里。他专程从加利福尼亚赶来，就是为了和大家见面。谢谢你，伊隆。不客气，我当时很兴奋。我听说那个和平委员会成立了，我当时就在想，那是不是成功获得那个岛了？你知道，就是那小小的一块宾格陵兰岛，就像一小块南澳大利亚。我们确实得到了。我们想要的只是和平。好的，就像我说的，自从贝莱德上市以来，我一直都是一个非常自豪的首席执行官。贝莱德给我们的股东带来了21%的复合回报率，而自从伊隆让特斯拉上市以来，它的复合回报率是43%。这只是我想再给大家，特别是欧洲人做一个宣传，这就是为什么更多的公民应该投资于增长，投资于自己的国家。想象一下，如果很多养老基金在特斯拉上市的时候就和伊隆一起投资，那么所有和伊隆一起投资并伴随其成长的养老基金会获得多么丰厚的回报。所以这是一个惊人的回报。很少有公司，我认为今天没有其他像特斯拉这么大的公司能有这样的复合回报。所以恭喜你，谢谢。很好的衡量标准。特斯拉有一个很棒的团队，这就是原因。我想深入探讨一下技术中那些有意义的组成部分，以及它所蕴含的可能性。我想谈谈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能源领域，以及最终归结为工程技术、工程纪律和规模化执行的进展。很少有人，甚至可以说没有人，拥有直面这些问题的经验和毅力。不仅仅是想法，还有在如此多不同技术领域的执行力。伊隆，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在这里，在达沃斯进行这次对话非常重要。您目前正在同时构建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太空探索和能源领域的项目。当你审视这些努力时，从工程角度来看，它们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都是非常困难的技术挑战。但是我所有公司的总体目标是最大限度的提升文明的未来，基本上就是最大限度的提高文明拥有美好未来的可能性，并且将意识扩展到地球之外。所以以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为例，它的目标是推进火箭技术，使其能够将生命和意识扩展到地球之外，到达月球、火星，最终到达其他星系。而且我认为我们应该始终将我们所知的意识和生命视为岌岌可危和脆弱的，因为据我们所知，我们不知道其他地方有生命。你知道，我经常被问到，我们中间有外星人吗？我会说我就是其中一个，但是也许你来自未来，但是他们不相信。
我想，如果说我们当中有外星人，那一定是我，而且我们有9000颗卫星在天上，我们从来没有需要避开任何一艘外星飞船。所以我说，我不知道。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需要假设生命和意识是极其罕见的，可能只有我们自己。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尽一切可能确保意识之光不会熄灭，因为我们实际上，在我看来，这就像是浩瀚黑暗中的一根微弱的蜡烛，一根可能轻易熄灭的意识之烛。这就是为什么让生命进入多个行星很重要。这样，如果地球上发生自然灾害或人为灾害，意识也能得以延续。这就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宗旨。特斯拉显然是关于可持续技术，而且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将可持续的富足加入了我们的使命。所以，有了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这确实是实现所有人富足的道路。人们经常谈论解决全球贫困问题，或者说，我们如何让每个人都过上非常高的生活水平。我认为做到这一点的唯一方法就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问题。我的意思是，我们需要对人工智能非常小心，我们需要对机器人技术非常小心。我们不想发现自己身处詹姆斯·卡梅隆的电影《终结者》的处境里面。他很棒，他的电影都很棒，我喜欢他的电影，但我们显然不想活在终结者的场景里。但是，如果有了几乎免费的普及型人工智能和普及型机器人技术，那么全球经济就会出现爆炸式增长，这种扩张将是前所未有的。那这种扩张能造福大众吗？是的，还是会很狭窄？这要如何实现呢？它又将如何拓宽全球经济呢？会造福大众的。我的意思是，可以这样来看待这个问题。如果你拥有大量的仿人机器人，那么经济产出就是每个机器人的平均生产力乘以机器人的数量。是的。实际上，我的预测是，在未来良性的发展情景下，我们将制造出如此多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以至于它们将完全满足所有人类的需求。也就是说，在某个时候，你甚至想不出有什么东西可以要求机器人去做的。届时，商品和服务的供应将极其丰富，因为我的预测是，机器人将比人类还要多。所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意义何在呢？我的意思是，你知道，没有什么事是完美，但是这是一个必然的取舍。你不能两者兼得，你不能既有一些必须完成的工作，又让所有人都能享有巨大的富裕。因为如果有些工作是必须完成的，而且只有一部分人能做，那么你就无法让所有人都能享有富裕，那会使获益的人很有限。没错。所以，如果你有数十亿的仿人机器人，我认为未来会有这么多机器人。我想，地球上的每个人都会拥有一个，并且会想要一个，因为谁不想要一个机器人来，你知道，假设它非常安全，来照看你的孩子，照顾你的宠物，或者如果你有年迈的父母，我很多朋友都说，他们有年迈的父母，照顾起来非常困难，而且很昂贵。是的，这很昂贵，而且就是没有足够的人手来照顾，没有足够的年轻人来照顾老年人。所以，如果有一个机器人能够照顾和保护年迈的父母，我认为那会很棒，那会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而且我认为我们将来会拥有这些，所以我的意思是，总的来说，我对未来非常乐观。我认为我们正走向一个充满惊人富足的未来。
这非常酷，而且我们无疑正处于历史上最有趣的时期。我认为历史上还会有更多更精彩的时刻。你和我能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逆转衰老吗？或者我们能看到它发生吗？我没有花太多时间研究衰老的问题。我确实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可以解决的问题。我觉得，当我们弄清楚是什么导致衰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非常明显，这不是一个微妙的事情。我之所以说它不微妙，是因为你身体里的所有细胞，你知道的几乎都以相同的速度衰老。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他的左臂很老，右臂却很年轻。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这说明一定有一个时钟，一个同步的时钟。是的，它在你的身体里，在35万亿个细胞之间同步。但是顺便说一句，死亡也有一些好处，比如我们之所以没有更长的寿命是有原因的，因为如果人们真的永生或者活得很久，我认为社会有僵化的风险，事情会变得固步自封，而且你知道它可能就会变得死气沉沉，就是缺乏活力。但是话虽如此，你问我是否认为我们会找到延长寿命甚至逆转衰老的方法，我认为这极有可能。我对此很期待。所以在你所描述的未来中，人工智能模型、自动驾驶机器、火箭都依赖于计算能力的巨大提升，昂贵的能源的巨大增长以及制造规模。那么要达到这个目标，有哪些瓶颈呢？再次强调，投入了所有这些开支之后，我们如何确保它能够造福大众，而不是局限于少数人呢？我只是觉得自然而然的趋势是它会非常普及，因为人工智能公司会尽可能的争取更多的客户，而且人工智能的成本已经非常低了，并且每年都在急剧下降。我的意思是，人工智能的成本几乎每个月都在发生显著的变化。现在到处都有开源模型了。是的，有很多开源模型，这些开源模型可能只比那些专有的封闭的模型落后1年左右。所以，我认为人工智能公司会争取尽可能多的客户，这意味着他们会向全世界提供人工智能。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计算能力、芯片、晶圆厂、电力供应，这些对我们都是巨大的挑战，对吧？是的。我认为人工智能部署的限制因素根本上是电力。对，就是能源。是的，我们看到人工智能芯片的生产速度呈指数级增长，但是电力生产的速度却每年最多3%到4%。是的，很明显，我们很快可能甚至就在今年晚些时候，生产的芯片数量就会超过我们能通电启动的了。但中国是个例外，中国的电力增长是巨大的。就在当下，他们就正在建设100吉瓦的核电。在中国，太阳能的增长是最大。我相信中国在太阳能方面的生产能力是每年1500吉瓦。对，他们每年部署超过1000吉瓦的太阳能，你知道。对于持续的太阳能负荷，你大约要除以4或5。对，就把它算作大约250吉瓦的稳定电力。再配上电池，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这相当于美国平均用电量的1半。
所以美国平均的电力使用量是500吉瓦，中国仅凭太阳能，就是那种能提供稳定电力输出的太阳能，加上电池，就能满足美国每年1半的电力需求。太阳能是迄今为止最大的能源来源。实际上，当你放眼地球之外，甚至在地球上，但更不用说地球之外了，太阳几乎占据了100%的所有能量。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考虑。太阳占据了太阳系99.8%的质量，木星大约是0.1%，其他的都是零星的。现在，即使你把木星放到热核反应堆里烧掉，太阳产生的能量仍然会接近100%，因为木星的质量仅占0.1%。如果你传送一颗木星，再传送另外3颗木星到我们的太阳系，然后把这3颗木星以及太阳系中的其他一切都烧掉，太阳的能量仍然会接近100%。所以激透和太阳有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在几年内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起做的一件事，就是发射太阳能驱动的人工智能卫星。因为宇宙空间确实是巨大能量的来源，而且你不需要占用地球上的任何空间。宇宙中有如此多的空间，你可以将其规模扩大到非常巨大的程度。我认为最终每年可以达到数百太瓦的水平。你和我曾讨论过这些，但是你能不能告诉观众，美国需要什么，以及需要什么样的地理条件，才能拥有那个太阳能发电厂来为美国供电？然后让我问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是的，我想粗略的来说，美国大概需要一个100英里乘100英里的区域，或者说160公里乘160公里的太阳能发电厂，就足以给整个美国供电了。所以，一个100英里乘100英里的区域，你基本上可以把它放在犹他州和内华达州的一个小角落，或者新墨西哥州。显然，你不会想把所有这些都放在一个地方，但是这只占美国总面积的非常小的一部分，就可以产生美国所需的所有电力。实际上，对于欧洲来说也是如此。你可以选取西班牙和西西里岛等相对人烟稀少的地区的一小部分，就可以产生欧洲所需的所有电力。那么点，你认为为什么在欧洲和美国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呢？像在中国那样。不幸的是，在美国，太阳能板的关税壁垒非常高，这使得部署太阳能的经济成本被人为的抬高了。因为中国生产了几乎所有的太阳能产品，而且这个关税。那么，右维如何才能在商业上实现这种规模的生产呢？我想，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太空探索公司和特斯拉正在做的就是大规模的发展太阳能。这2个团队都在各自努力，目标是在美国每年生产100吉瓦的太阳能。这可能需要我们大概3年左右的时间，但这些都是相当大的数字。我也会鼓励其他人这样做。当然，我们无法控制美国的关税政策，但是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我会推荐中国制造的太阳能电池成本非常低廉。我认为大规模发展太阳能是值得的。我知道你将会有一些关于机器人技术及其能力的重大宣布。我的意思是，
当我参观工厂的时候，你给我展示过那些机器人，你提到了数十亿的机器人，但它们能多快地部署到制造业环境中，能多快被利用起来并发挥作用，创造你所说的富足呢？人形机器人技术会发展得非常快。我们确实有一些特斯拉擎天柱机器人在工厂里执行一些简单的任务。是的。不过，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到今年年底，我认为他们将能够执行更复杂的工作，但仍然是部署在工业环境中，而且可能在明年某个时候，我想说，到明年年底，我认为我们将向公众销售人形机器人，那是因为我们相信它们的可靠性非常高，安全性也非常高，而且功能范围也非常广。你基本上可以要求它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你已经在特斯拉汽车上看到了这一点，就是你们正在进行的软件更新。现在是不是每个季度都有一次软件更新，来提升汽车内部机器人的能力？是的。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软件，我们有时一周更新一次，而且最近一些保险公司表示，它实际上非常安全。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非常安全，所以他们正在为客户提供半价保险。如果他们在汽车中使用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功能的话，那保险公司可以监控吗？这是协议的一部分吗？是的。我认为自动驾驶汽车在目前这个阶段基本上是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了。没错，特斯拉已经在一些城市推出了这种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我认为到今年年底，这将在美国境内非常普遍。然后我们希望下个月能在欧洲获得监督式完全自动驾驶的批准。那么快？是的。希望在中国也能在类似的时间内实现。我想谈谈太空，因为历史上太空领域是资本非常密集的，过去一直是由政府来做的。显然，太空探索公司改变了整个模式，但我们看到太空领域的规模化进展缓慢。现在我开始看到，在你们正在做的事情和其他方面，它正在加速发展。能不能跟我们聊聊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是如何改变太空建造、准备和运营的经济模式的？Sure. 当然，太空探索公司今年希望实现的关键突破是完全可重复使用性，还没有人实现过火箭的完全可重复使用。但这对于进入太空的成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已经通过猎鹰9号的助推级着陆实现了部分可重复使用。我们现在已经让助推级着陆了超过500次。但是我们必须丢弃其中的第二级，猎鹰9号的第二级在再次进入大气层时会烧毁，所以它的成本相当于一架中小型喷气式飞机。但是相对于星舰来说，星舰是一枚巨型火箭，是迄今为止制造的最大的飞行器。这是你们计划用来去火星的火箭，对吗？是的，去火星和月球以及用于大规模卫星部署。希望今年我们能实现星舰的完全可重复使用性。这将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创新，因为当你实现完全可重复使用时，进入太空的成本将降低100倍。这就像可重复使用飞机和不可重复使用飞机之间的经济差异。比如说，如果你每次飞行后都得把飞机扔掉，那飞行成本就会非常高。但是如果你只需要加燃料，那成本就只是燃料费。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根本性的突破。
below the cost of 它能让进入太空的成本低于飞机货运的成本，比如说每磅低于$100，轻而易举。under $100 a pound type of thing easily. 所以这使得将大型卫星送入太空的成本非常低廉。 Launch satellites into space. 然后，当你在太空中使用太阳能时，它的效率会比地面上的太阳能高出5倍， 5 times more effectiveness, maybe even more than 甚至可能更高，因为那里总是阳光明媚。 sunny. Cold. 那里很冷， Yeah, it's always sunny. 是的。 You don't have a day 但那里总是阳光明媚， or weather. 没有昼夜循环，也没有季节性变化或者天气变化。你在太空能获得大约30%的更多的电力，因为没有大气的衰减。是的， The net 最终的效果是， 5 times more 任何一个太阳能电池板在太空中产生的能量都比 energy in space 在 than 地面上多出5倍。 Is there any capacity in doing that? 有没有可能把这些电力带回地球？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Way of doing that, or you're just taking that 或 power? 者你们只是把这些电力用于太空中的需求，比如建造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I think the case it's a no. 我认为，在太空中建造太阳能驱动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s you mentioned, 这简直是不用动脑筋的选择。因为正如你所提到的，太空也非常寒冷。如果你处于阴影中， so 那么太空就非常寒冷。 spacing the 只有3开耳纹，所以你只需要让太阳能电池板面向太阳，然后一个散热器指向远离太阳的方向， sun incidents. 这样它就没有阳光照射，然后它就只是冷却。这是一个非常高效的冷却系统， Net effect is 所以最终的效果是， place to 放置人工智能成本最低的地方将是太空。 be true 这将在2年内实现， 2 years. 也许3年，最迟3年。 So looking 10 or 哇，那么展望未来10年或20年，你会如何定义人工智能或太空技术的成功呢？ technology. 它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你认为未来3年、5年还是10年内，什么事情一定会发生呢？ I don't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in 10 years, but 我不知道未来10年会发生什么， AI is progressing. 但以人工智能目前的发展速度， We're 我认为我们可能在今年年底前就拥有比任何人类都更聪明的人工智能。我敢说，最迟不会超过明年。然后大概到2030年或2031年，也就是从现在算起的5年后，人工智能 AI will be smarter than 将比全人类加起来还要聪明。 We only have a number of minutes left, but I want 我们只剩下几分钟了，我希望暂时让你展现人性化的一面， that you're alien. 这样就没有人会猜测你是一个变体。 I mean, I would frame this 我想这样来提出这个问题： successful entrepreneur. 你是21世纪最成功的企业家和实业家，甚至可能超越这个时代。我真的想了解一下， You know, what 是什么启发了 who 你？ inspired you? 谁又启发了你？ What was the foundation? 你的好奇心又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 And important. 更重要的是，在你的人生和职业生涯中，有没有过一个顿悟的时刻，一个茅塞顿开的瞬间？ Well, I mean, 我小时候读了很多科幻小说、 sci-fi fantasy books 奇幻类的书， and 还有漫画书。我一直都喜欢技术，我没料到自己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where I am today. 这看起来非常不可思议，但是，是的， Yeah, I was 我受到关于未来的书籍和科幻小说的启发。 and 我想让科幻不再永远是虚构的， science fiction 在某个时候把科幻变成现实。 science fiction to science fact. 你知道的，我们真的希望拥有像《星际舰队》和《星际迷航》里那样的东西。 Want to have like Starfleet 真的，就是我们真的有巨大的宇宙飞船在太空中穿梭， giant spaceships 去往其他行星， going to other 去往其他星系， traveling to other stars. 去我们从未去过的地方。 Be beamed up to go back 只是好奇，不知道能不能一下就被传送回纽约，而不是坐飞机。 instead of flying. Yeah. 是的，就像《星际迷航》， No, I guess my essential 我的哲学，我的好奇心的核心是想要理解生命的意义，物理学的标准模型是否正确，还有关于生命的起源、生命存在的开端以及宇宙的终结。我们有哪些问题我们还不知道该问，但其实是应该问的呢？ end of the universe. 人工智能会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Should ask.
所以我只是想了解我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什么是真实的？有外星人吗？也许有。如果我们有飞船能去往其他星系，我们可能会发现，可能会遇到外星人，也可能会发现许多早已消亡的外星文明。但我只是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对宇宙充满好奇。这就是我的哲学。You see yourself ever going to Mars? 你觉得你这辈子会去火星吗？是的，我被问过这个问题，但是 That's a long commitment. 是不是单程3年是6个月。 ？6个月这么快？是的，6个月。但是行星每2年才对齐一次。好的，我被问过几次，比如你们问我想不想死在火星上，我说想，但不是被撞击而。That's a good answer. Anyway, 这是一个好答案，一个非常好的答案。 Everybody enjoyed this. 好了，I mean, there's so many. 我们时间到了，我希望大家都很喜欢这次对话。关于伊隆马斯克有太多的传闻，我可以告诉你们， much from him. 他是一个很棒的朋友，我总能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What he is, 他所做的一切都让我深受启发，我被他这个人所启发， who he is. 也完全被他对未来的愿景所启发。我不认为那是一个糟糕的未来，我也认同他的乐观主义。那么，伊隆，谢谢你，有什么最后想说的吗？我想，总的来说，我最后想说的是，我会鼓励大家对未来保持乐观和兴奋。总的来说，我认为，为了生活质量，实际上宁愿选择乐观并犯错，也比悲观但正确要好。